小美并没有沮丧，相反，她的生活热情十分怪异地高涨起来了。小美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做了一番精简，能省的全部省去。泰迪那一头却加大了投入，再穷也不能穷孩子。大学时代，小美的专业就是幼儿教育。以专业的眼光来看，她现在的职业和幼儿教育显然不对口了。不对口又有什么关系？生活里头哪有那么多的对口？她培养和教育泰迪的热情反正是上来了，迅猛、古怪、偏执。她是母亲。小美给泰迪做了一次美容，除了头顶，泰迪的体毛被剃了个精光。小美亲手为泰迪做了一个蝴蝶结，戴在了泰迪的脖子上。现在泰迪几乎是一个小小的绅士了，光是绅士的仪表是不够的，小美要从习惯和举止上训练他。她教他握手、作揖，还有鞠躬，她一定要她的泰迪彬彬有礼。为了激励他，小美买了最好的法国食品，无盐香肠、牛肉干、鸡肉块和羊肉条，同时还补钙、补维生素、发毛剂。小美每天要在泰迪的身上花7、8个小时，寓教于乐，奖罚分明。小美一再告诫自己，狗不教，母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小美很享受自己的激情，她改变了她和泰迪的关系。她认定了一件事，泰迪和她不是狗与主人，而是孤儿寡母，很悲凉，很顽强，很尊严。她为此而感动。寂寞和清贫像2只翅膀，每天都带着他在悲剧氛围里飞翔。再舒适的物质生活也比不上内心的戏剧性。小美在泰迪的身上付出了她全部的爱。从最终的结果来看，小美的教育成效并不大。泰迪很不争气，他的心思越走越远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的心纠缠到一条不知道姓名的母狗上去了。那条妖艳的不知道姓名的母狗在草地上留下了一泡尿，它是荡妇。泰迪一下楼就要扑到那泡尿的旧址上去，用心的嗅，嗅完了他就四处看。草地上空空荡荡，泰迪就茫然四顾，他遥远的眼神孤独而又忧伤。泰迪就四处散发他的名片，也就是小便，结果极不理想。他一直没有机会遇见那条妖艳的不知道姓名的荡妇。他的爱情既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终结，仅仅是一头没头没脑的守望。夜里头不能遛狗，小美就检讨自己短暂的人生。小美的一切其实都挺好，她所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过的日子，说白了也不是自己不想过的日子。一句话，小美现在所过的是自己可以过的日子。有没有遗憾呢？有，说出来都没有人信。小美到现在都还没有谈过恋爱，一次都没有。小美想起来了，她似乎是谈过的，可是那算不算恋爱呢？小美却没有把握。小美的疑似恋爱发生在大学3年级的那个暑假。作为教育系的优等生，小美参加了校团委举办的社会实践。社会实践的内容是暴走井冈山。小美记得的，她每天都在爬山，每天都在走路，累得魂都出了窍。小美的疑似恋爱发生在最后的一个夜晚，经过4个半小时的急行军，整个团队已经溃不成军了，每个人都昏头昏脑。他们来到了一间大教室，大教室里很暗，地上铺满了草，草上拼放着马赛克一样的草席。一进教室，所有的人都把自己撂在了草席上。带队老师用他的胳膊挡住门框，严肃地指出，这是一堂必修课，今晚我们就睡在地上。带
再对老师的动员显然是多余了。谁还在乎睡哪儿？能把身子骨放平就行了。几乎就在躺下的同时，小美已经睡着了。在小美的记忆里，那是她有生以来最为深沉的一觉，和死了一模一样。这个深沉的和死了一模一样的睡眠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天亮。天刚亮，小美就醒来了，浑身都是疼。她望着窗外的微光，一点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。她把头抬起来，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身边黑压压的都是人，横七竖八，男男女女，像一屋子的尸首。这一来，小美就想起来了。几乎就在想起来的同时，小美意外地发现，她居然就睡在自己的头顶，脑袋对着脑袋，差不多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同床共枕了。她非常安静，还在睡。天哪，天哪，她可真是……怎么说呢？只能用最通俗的说法了。每一个女学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小美怎么能有这样的好运，居然能和他同枕共眠了一个整夜？她连睡相都是那么俊美，安安静静，有些斯文。小美就趴在草席上，端详地看着她轻微的、有节奏的呼吸。小美调理好自己的气息，慢慢的，他们的呼吸同步了。慢慢的，他们的呼吸又不同步了。小美年轻的心突然就是一阵轻浮，悄悄抽出一根稻草，戳到她的鼻子上去了。虽说轻浮，小美自己是知道的，她并不轻浮，她的举止带有青梅竹马的性质。她的鼻翼动了动，终于醒来了，一睁开眼就吓了一大跳。一个女孩的脸正照在自己的脸上，她就目瞪口呆。她目瞪口呆的样子很可爱，小美就张大了嘴巴大笑，却没有气息。她愣了一会儿也笑，一样没有气息。这一切就发生在凌晨，新鲜、清冽、安静、美好，一尘不染，无声无息。笑完了，他翻了一个身，继续睡。他没有睡着，身子蜷起来了，突然就很珍惜自己，还有别的，也有些后悔。昨天一夜，他要是没有昏睡就好了，那可是一整夜的体会呀！同床共枕，相安无事，多好啊！女孩子真是不可理喻。到了刷牙的时候，小美知道了自己恋爱了。不要提牙膏的滋味有多好，仿佛没有韧性的口香糖，几乎可以咀嚼。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五，小美开始了她的追求。她很礼貌地拒绝了，话说得极其温和，意思却无比坚决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小美的恋爱到此为止。2年后，小美曾给他发过一封电子邮件，他已经在市政府，听说发型变了，现在是37分。小美怕他忘了，特别在附件里捎上了一张黄洋界的照片。她用极度克制的口吻问：“老同学，没把我忘了吧？”其实小美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无非就是叙叙旧，她就是珍惜。他是这样回答小美的，语气斯文，干干净净。没有忘，你是一个好同志。小美立即就把这封邮件永远删除了，想了想，关了机，又想了想，把电源都拔了。